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G频道大马番薯日记之新加坡就职系列的第6集。是的，我们又来到第6集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的是我在我的 resume 上面是没有写的一个职位来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就职的过程太过的短了，其实我是没有写在我的 resume 里面的。可是呢，我还是想在影片里面让你们知道我在这个时间里面经历过什么东西啦。现在我们是人在大星，地点就在我的对面，在对面的，看到前面这边有一个5B1的 building 嘛，就是这里啦。大星 MRT Station 其实是在这里的，每天都会经过这条路，然后会看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有时候会在里面吃午餐。从这里沿着这条小路过去就到了。哎呦喂呀，这条小小的桥哇，好有印象哦！你们看一下这边环境。对啦，以前我就是在这一栋楼上面工作，现在走回同样的路，哇，那个记忆全部又涌出来了，还是一样我觉得我要打卡一下，来打卡留念一下。OK。那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这份工作时间线啊。就正如上一集的影片，我是在差不多3月多的时候吧，就离开财务规划师这个职位。I mean 是 planning to go 啦，已经讲好了的，下个月就要走了，所以就已经 submit 了那个 resignation letter， 就在2017年的3月份开始找工。2017年的3月23号我就得到了这个 offer。其实那时候我的整个思绪是很乱的，很迷茫。这个阶段我是非常迷茫的，因为好像半天吊。现在想回去啦，我发觉到我那时候还是会想回去 travel life， 方向不知道是什么，就完全很混乱。然后那时候我 travel industry 也 send， 然后 banking industry 也 send。其实有2个 offer 的，我记得是中国的航空公司有 approach 我 interview， 然后成功了的。然后同时间又有这一间公司 offer 我。可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要 try 不一样的东西。航空公司其实是很大型的公司来的，可是我 miss 掉那个 opportunity 了，那个是一个 sales position，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比较 prefer deskbound job， 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因为是航空公司，每年 travel 的那个 benefit 又有免费机票，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啦，我就选了这间小公司。等一下我让你们知道一下还有多小。接下来呢，我就在2017年的4月5号开工 ，OK， 可是就在短短的2个月过后，2017年的6月9号就提交了我的辞职信，在2017年的6月19号回公司，把我的全部东西又 pass 到给另外一个 colleague， 拿了支票，做了 clearance， 然后就走了。这个就是我在这间公司短短2个月里面的一个时间线。现在呢，我想倒回去看一看 ，OK，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公司到底是小到什么程度啦。Let's go。这栋楼其实是很开放的，就是谁都可以上去的，没有那种 access card 的，所以它的 security 算一般而已啦。OK， 这里啦，有点忘记入口在哪里了。Oh my god！ 我一踏进这个电梯里面那时候工作感觉就来了，好神奇，真的。所以讲你一定要重游你之前到过的地方当时的记忆才会被调出来的。Oh my god！ 就是这边了，看到吗？2个月时间，转右。OK， 它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小型的公司Sopro 储藏室全部在这边的。应该是没有了嘞，好像是搬走。是因为我看不到这个公司的牌子呀，没有了。Oh well， 我该走了一轮过后，我发现到这个公司的招牌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估计啦是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它真的是一间很小间的 travel company 来的，所以呢，现在想回去我只是觉得，这么选一间这样小间的 travel industry company， 而不去选择 airline， 我那个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OK， 首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MICE 这个词，在 tourism 的 industry 里面呢，有一个 department 是叫做 MICE team 的。MICE 呢，它是一个简写，然后 full form 是叫做 Meetings, Incentiv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所以就是 MICE。在这个 team 里面呢，它所做的东西就是有关于一些 for 开会的 ，for company travel，for 一些conference， 又或者是一些展览，有关系到这4样东西的一个 travel reservation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离开了财务规划师这个 position 过后我就想跑回去做一些 travel industry 里面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你们有发现到吗？我在这个 cycle 里面，我已经开始非常的混乱，非常迷失了。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是去 banking 吗？做回 finance 吗？还是要跑回我的旧路？看到吗？
所以那时候我的 resume 真是乱投的，结果就 happen 投到这一间啦，然后又是我想要做的，因为它这间公司其实是一间很小间印度人开的一个 travel company， 而且它都是 serve 印度人的，就是印度来的印度人。我这边先做一个 disclaimer 啊，我没有要去讲关于一些种族歧视的东西，只是我在这间小公司里面，我有看到一些很严重的阶级制度。等一下我会提到，这间公司它其实有做 inbound、outbound， 所谓的 inbound、outbound 就是别的国家的人进来新加坡旅游，这个叫做 inbound。outbound 就从这边出去的，新加坡去到美国啊、日本啊，去到印度啊，去到马来西亚这些叫做 outbound。这间公司也是有做 leisure travel、education travel， 又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 MICE。我冲这间公司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网上 post 的 position 是叫做 MICE executive， 但是其实我进过来的时候 side contract 的时候，他写的是 tour consultants， 所以呢又有一点觉得被摆一道。但是我那时候又真的是很天真，我不懂怎么去形容。我再看回去那个时候的自己啊，到底在干嘛？我当然也是有 cruise 就是 cruise holiday， 印度来的印度人要来 cruise 啊这些东西。当然也是有 hotel reservation 跟 car reservation。该讲了嘛，它是一间很小的印度 travel company， 所以它的老板其实就是正正宗宗的印度人，可是变成新加坡人了。我还记得这间公司非常的小，就只有他跟他太太，然后里面有1个新加坡人，2个马来西亚人，包括我，还有3个印度人，对，印度来的印度人，所以加到来呢，总共有8个人，再加一个 part time 的 tour guide， 一个有一点蛮狡猾，那个时候啦，30-40岁的一个 tour guide local 的 ，OK 也是新加坡人，他是 part time。So 我在这间不到10个人小的 company 里面到底做什么？然后我进到去的时候啦，其实我是 expect 他给我做的东西是关于这个 MICE team 的，就是会接一些 conference 啊，从外国来的，就是他们要在新加坡做 conference， 要做 exhibition， 然后要做这种 education 的 travel， 又或者是来 meeting， 然后帮忙安排这种住宿、酒店、limousine 之类的。但是其实就是一般 leisure travel 而已。所以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跟着这些 senior 去款待印度来的印度人呀，就是他们来这边要去 cruise 啊，然后要去 zoo 啊，尤其是去小印度，还有去圣多沙，就是接待这些印度来印度人，都每天做东西，也是有包括 send quotation 啊，因为他们 mainly 啦，就是迎接印度来的印度人来新加坡 travel。那种 outbound 的是他们在印度那一 side 有别的 team 在做的，那他们公司好像在外国也是有的，只是说在新加坡就是这间小小的一个 branch 这样子啦。我就觉得我有一点进错公司啊，因为 for 我过往的公司啊，从来都没有会要去选那么小间的。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迷失，换一个地方。该我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一大群人从上面走下来，那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迷失，所以就迷迷糊糊的，一有 offer， 然后又是我想要的，我就接受了。然后每天都在做这些，也不用 issue ticket， 全部东西都是给外包的公司来做，我们单纯就是要安排东西而已。基本上它的 routine 就是这样子啊，在 office 做工 ，send quotation， 找 customer，reply customer， 还有跟 senior 出去带团。可是那些 senior 比较惨啊，因为那些 senior 是晚上7-8点过后就算是12点，就是随时都要 on call。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家电话，就是这个公司老板给的。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有一个电话，还是有给我。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新嘛，所以我就不需要随时 stand by on call。So 现在讲回去才知道，原来他给你电话的目的就是要你随时 stand by。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 solve customer service 啊。小公司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就跟一下 senior 出去带团带印度团去 Bugis 啊，去小印度啊，去圣多沙啊，坐那种缆车啊，然后接 cruise 送他们去 cruise terminal。那又是什么情况下让我会觉得2个月我就要走了？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我跟你们讲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在现实生活中啦，真的是有所谓的阶级之分。我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印度人的阶级制度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不是全部 OK， 就是部分的，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就阶级制度到什么情况发生，你们懂吗？就是我进去其实还不到几天我的同事就会跟我讲，有时候老板大声吼人的时候，你不必惊讶。我就进去了几天过后，哇，真的，因为那个 office 真的很小，刚才你们有看到了，就是一间小小的 office 而已。他就突然间在他的 cubicle 里面吼非常的大声，吼他的印度下属，是拿来骂的那种，骂他，我就整个人有点震惊啊。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讲，这个是很 normal 的，所以老板有时候会这样子骂他们。再来呢，我在里面看到的一样东西，就是有一个做了蛮久的，他是算蛮 senior
个的印度员工，他每天上班哦，他是做到很迟很迟的。我的另外一个印度同事就跟我讲，他每天都会加班，而且是免费加班那种。然后我听他们跟老板对话说，哦 yes sir， 就是他们会叫他 Sir， 而不是叫他 Mr 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感觉到诶，怎么他们会那么怕这个老板？而我的印度同事呢，就跟我讲，这位同事这样子加班哦，是为了要让老板看到他很勤劳。然后我就在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小小的印度公司的文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在这样子的公司待很久吗？为什么我原本想要的东西哦，跟我现实遇到的会完全不同？我就觉得哇，又是另一波的冲击。我跟你讲，所以我就非常的果断呀。2个月过后丢信，因为那个时候哦，其实在里面做了一段时间，有1年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同事，还有一个新加坡人的同事，他们也是都是要 resign 的。然后再加上那个 part-time tour guide 又一直跟我讲这间公司的不好，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 里面不行。所以非常果断，而且这个也是我没有写在我的 resume 里面的原因，我就当作是休息。只有在看影片的你们才知道，除非以后如果我真的是再次求职进回 corporate world， 然后我的老板有看到我的影片，或者是要应聘我的人看到我的影片啊，他们就知道了。不然的话，我 resume 是没有写这一段的。那在这间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是让我最难忘的呢？首先呢，就一定是那个老板当住整间小间的 office 开骂的那个情景啦，那个是我有点震惊的，就做东西做到一半，哇，突然间醒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哦，有一个我进来不久过就有另外一个印度来的印度女同事，她每天穿无袖的，但是那个应该是有一点严重的狐臭啊，就是她每次一进公司哦，哇就很够力啊，接下来的8个小时都要闻到那个狐臭的味道，一直到放工为止。再来呢，就是遇到的马来西亚同事，他是我的同乡，就是古来人来，又那么刚巧。然后有一个新加坡人的同事呢，他是蛮可爱的啦，小弟弟来的，就是他是喜欢这种 animation 的，我们都是一起吃午餐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同事的身份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短短2个月相处下来，工作上有获得什么吗？其实没有哎。我在这份工，我就只是单纯来拿工钱，然后做一些无为博这样子的。那时候工钱呢，这个老板他给的价钱哦是2500新币。学到什么东西呢？讲真的没有，可能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跟你们讲一下我当时的状况吧，还有我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个时期的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这整个系列最主要的一个元素，我要去探讨的，我要去回想跟审视的。OK。So， 我觉得那个时候啦，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哦，很迷失的一个状态。首先，我原本是对财务规划师、自雇人士这一块充满希望的，但是突然间又被告知我不适合，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我的 manager 啦，他有跟我讲，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一生到目前为止过得太顺遂啊？我再想回去哦，是。没有错，就是我从小开始就有去参加那种什么歌唱比赛、演讲比赛，然后也没有读过预备班，就直接跳级，直接从小学就上了中一，考任何的重要考试都是一次 pass， 然后又很顺利的上了大学先修班，读了大学，进了大学，期中考、期末考全部都及格，做什么东西都非常的顺遂。其实有好几次哦，东西都是刚刚好过关而已的。然后一直到找工来新加坡工作，第一份工、第2份工，一直到 financial advisor 也是非常的顺遂，只是间中磨练的不够。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全部东西都太顺了，没有挫败过，没有失败过。我理解他在讲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一生中过得太过的顺遂，承受不了这样子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小小的挫折。这样子想回去是真的，我完全 agree。现在啦，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挫败感，然后那时候我就很 lost。我考 advisor 的考试全部也是一次过考过，那其实是真的很简单啊。但是为什么我会不适合？那时候我不理解，我不知道，现在我懂了。就是没有被磨练过，没有挫败过，没有失败过，所以现在想回去，那时候算是我的人生中的小失败，但是对我来讲学很多东西，所以那时候很 lost， 然后就乱找工，不知道要回去 travel line、airline， 还是要往前看去 banking、finance 啊，学的东西又不上不下，所以再看影片，如果你们真的是 fresh graduated 啊，就是刚刚出来的新鲜职场人，
我建议你们大学过后啦，就直接去 apply 一个叫做 management trainee 的 ，OK？ 如果你们是有心要直接做到这种 management level 的，不管什么公司都好，往这个方向去。除非你是很专业的，你是读那种医生什么啊，你们就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读 management 的话，真的最好一个 position 就是 management trainee。我那时候很单纯，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也没有人教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听不进去，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1-2个朋友啊，他跟我讲他去 apply 了 management trainee，which is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我觉得你来新加坡做这个 OK 啊，很好啊，这些我找个工就这样子而已。我没有去多想，不是每个从甘榜来的小孩都像我这样子这样单纯，头脑简单啦。OK， 我会讲我自己头脑是蛮简单、蛮单纯的。当然，人生都是会需要经过这种历练啦。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属于一个很混乱的，又结了婚你看，全部东西就是在中间了，你懂吗？那个感觉，但是我在看回去，我觉得在看得很开，我也不懂为什么。有后悔吗？可能我觉得没有后悔，但是有遗憾。就选工那一方面就会有遗憾我把它叫成遗憾啦，不叫后悔啦。之前我会在想，我是不是后悔然后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会觉得那个可能是叫做遗憾，就没有往对的路走。但是其实凡走过必留痕迹，你走过的路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的。所以我走的这条路也是有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才造就现在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再来就是你给我对这份工打到分的话，它带给我没有什么冲击，你懂吗？也没有学习到什么东西，它只是援助了我2个月的薪水，我给他6分吧 ，OK， 6分，他没有带给我什么负面的影响，只是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它是有资助到我的，因为8-9个月都没有拿 fixed salary 嘛，突然间有 fixed salary 进来，我的整个 financial status 又跑回来了，6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应该不会在我的以后的职业生涯再去找这种很小的公司了。OK， 是时候回家了。我觉得今天影片到这边了，来做最后一次纪念。应该很少机会再会走这个走廊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这边就是我之前每次跟我的同事吃完午餐过后呢，都会坐在这边聊天啊，看一下风景啊，讲一下公司里面坏话啊。这一集有让我审视到当时自己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下而选了这间公司。非常的草率，让我看到当时非常迷失了自己。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我是有审视的。然后也希望这一些影片对你们会有点启发。OK，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会有很混乱的时候，希望你们会察觉到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会觉得很混乱，或者是要静下来想一下，不要像我这样子随便乱做决定。好啦，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然后下一集是很多观众一直在敲碗的，从我出了这个系列过后，就一直有观众在下面留言讲，哇，非常期待你在银行做工的经验。我不知道在讲银行的经验的时候会不会分成2集啊，因为其实还蛮长的，而且那一段时期算是我不要讲痛苦啦，就是在我人生里面算是一个有很大的挑战性的那一段期间。OK， 所以敬请期待。然后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给我一个赞。这个角度，观众朋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再会坐在这张椅子上面这样子看去对面了啦，好好记录一下，记录在我的频道里面，记录在这支影片里面。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